婆婆手術病危，斷氣前想見老公最後一面。我給沈妍之打了無數個電話，一接通我急切開口：“媽不行了，你快過來。”話筒裡傳來老公青梅的聲音：“姐姐，婆婆這一招你還沒用夠啊。”電話被掛斷，我堅持不懈地打，不想讓婆婆抱憾離世。再次接通，婆婆氣息越來越微弱，我趕忙說：“沈妍之，媽她打斷了我媽死了都不用你管。”婆婆最終絕望閉眼，而我打下最後一行字：“沈妍之，離婚吧。”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婆婆的後事料理完，我突然覺得很疲憊，這個家值得我惦念的人已經沒有了。回到家，我開始收拾行李，這次把屬於我的東西都清走，算是徹底跟這個家告別。門口有響動，沈妍之回來了，她像往常般去了婆婆房間，沒人。俯身收拾的我被她粗暴的一把拉了起來，她用力地捏着我肩膀：“我媽呢？”我默然看着她，媽死了。然後我被她推倒在地，她猙獰着臉：“許行之，我當然知道你媽死了，不就是因為你爸媽死了，你才死乞白賴地賴上我們家。”我抬眼看她，不知她何時變得這麼面目可憎，顛倒是非。沈妍之，我們互不相欠了。我艱難起身，鋼人流過我的創面還未癒合，有血液滲出，滴落在地板，血腥味飄散在空中，伴隨着疼痛，我的臉失去了血色。沈妍之嫌惡地退後2步，蹙眉捂着鼻子看我：“許行之，你是真惡心，裝懷孕不成？現在學瑤瑤經痛了是吧？你那身體壯得跟牛一樣，還好意思東施效顰？我告訴你，我知道媽肯定是縱着你，躲在你家，但她剛做過手術，身體虛着，她陪着你做我不管，但是出事了，我要你命。”原來她還記得婆婆剛做過手術，那她有沒有動手指，查一下老人摔倒後做髖關節置換手術的風險係數，引發的併發症有多嚴重？她不守在婆婆面前，反而日日和她的青梅出去吃喝玩樂，罪先欲死。可惜現在任何話語都沒有意義了。我走到書桌前，拉出抽屜，拿出起草好的離婚協議書遞給她。她看了一眼，拿離婚協議書狠狠拍在我臉上：“許行之，又玩什麼把戲？有意思嗎？你要什麼我都給你了。我說了，我為了媽不會和你離婚，但你不能妨礙我追求真愛的權利。我只給你一個人名分，你還不滿意？”說罷，她亮了下手上的戒指，似乎向我證明她的忠貞。瞧瞧，這說的是人話。我拼命忍着打她的衝動：“這福氣給你的瑤瑤吧，字我已經簽了，你什麼時候簽好？我們什麼時候去民政局走流程？”此時沈妍之還以為我在吃醋，欲擒故縱，還以為婆婆和我聯手逼迫她回歸家庭。得了吧，許行之，我還不知道你要是想離婚，早跟我離了。怕是我一簽，你就去我媽那兒哭鼻子告狀，幼不幼稚啊？在我面前還裝什麼？沒人陪你演。我強忍着身體不適，試圖認真跟他聊離婚事項，還沒開口，他的電話響起了。他看了眼備註，馬上接起：“瑤瑤不疼，我現在過去給你煮紅糖水，等我。”“好，不掛，我給你講故事，到你見到我為止。”沈妍之拿起車鑰匙，不給我一個眼神，匆匆出門。從始至終，她都沒發現客廳中間婆婆的骨灰壇。曾經她對我也是旁若無人般的極盡溫柔，照顧妥帖。可我現在沒有絲毫嫉妒的心，只是冒出一個念頭：如果哪天她有這個接電話速度，還能見婆婆最後一面，婆婆也不至於含恨而死。收拾好行李，
我站在房間，看着懸掛的一幅合照，我和沈妍之領證那天拍的。那時還不富有，沒有鑽戒，沒有婚紗照，沒有婚禮，但愛意正盛。他讓我等，他說一切都會有的。他說他沈妍之，言之必行。我確實等到了。第一次發現他聊騷，他買鑽戒跪地哄我；第二次發現他衣領的口紅，他帶我去巴黎拍了夢寐以求的浪漫婚紗照；第三次在車座椅縫隙拿出一條鏤空內衣，他連忙訂最貴的婚慶，鋪排200桌，舉行了盛大的婚禮。這就是他說的，我要什麼他都給我了。兌現諾言變成了他出軌的遮羞布，挽留我的手段，或者說只是做給婆婆看的一場戲。我不是戀愛腦，亦不是怨婦。那份離婚協議書在他聊騷後我就準備好了，但現發現我要離婚的是婆婆。她滿眼心疼，問我沈妍之是不是做錯事了。如果我離開這個家，她跟我一起走。和善的她第一次對沈妍之動手發火。沈妍之，你是不是要跟你那個死鬼爸一樣？你愧對行之，我不會認你這個兒子。沈妍之當場跪下，說她只是一時走神，求我原諒，求婆婆原諒。她認錯誠懇，鼻涕眼淚呼了一地。可我知道，她不過是做給婆婆看的。身邊的女人可以換，但是婆婆在她心裡的地位不可撼動。往後她出軌得更加小心翼翼，也學會了在我和婆婆面前做兩面派。在婆婆面前，她是好丈夫、好兒子；在我面前，掐着我脖子讓我別多事。要是離間了他們母子感情，她會殺了我。我不怕她的要挾，反手就把她打趴在地。之所以容忍至今，也不過是因為婆婆在我心裡等同半個母親般重要。我擁有今日的人格，今日的成就，婆婆功不可沒。我不願看到她為難傷心，所以如果不是貪戀婆婆給我的母愛，救我於水火的恩情，我不會想存續這段沒有意義的婚姻。現在，我和沈妍之最重要的紐帶婆婆已經沒了，我也不再眷戀這裡了，把東西都搬回屬於我自己的房子，骨灰放置好。我點了一支香，媽，再等一等，我帶你去大海休養了幾天。我回去自己創立的工作室上班了，工作到深夜。助手小李留下來和我復盤上個季度客戶滿意度。突然來了不速之客，沈妍之牽着唐瑤瑤闖進了我的辦公室。我正愣的瞬間，沈妍之抬手給了我一巴掌，小李立馬起來護住我。這一護，不知為何，沈妍之更生氣了。她理直氣壯指着小李問：“你跟他什麼關係？你敢動我的女人？”這句話說完，唐瑤瑤不太高興，她拽着他撒嬌。我眼神示意小李先下班，我能搞定。沈妍之像來到自己家，翹着二郎腿坐沙發上，指着我：“許行之，搬出去才幾個月，背着我玩起小白臉了。一個女人，你敢背叛家庭，是不是沒被我玩夠？我可以再滿足你一下的。”輕佻的語氣讓我控制不住回想那個可怕的夜晚，泛起惡心的感覺。3年，我都配合她在婆婆面前維持着表面幸福的生活。她睡主臥，我睡書房。可是2個月前，她喝醉酒，不顧生病的我阻攔和反抗，對我大發獸性，甚至對我說，如果我有孩子了，說不定她選擇回頭是岸。從那以後，我顧不上和婆婆的情分，搬離出去了。她還有臉提？我剜了她一眼，把打算敷臉的冰袋瞄準她肚子上扔了過去。她痛得彎腰捂住肚子，敢怒不敢言，因為她知道正常情況下不一定打得過我，每次打我都得趁我不備。我坐回自己椅子，冷眼看她：“你有事嗎？”沈妍之緩過勁來，
拿唐瑤瑤手機按出一條信息擺在我面前。信息內容：賤女人，我一天不死，你一天別想進沈家門。我這輩子只認行之一個兒媳。陌生號碼，看着像是婆婆發的，但日期是她火化那天，不可能是沈妍之編造的。我斜睨了唐瑤瑤一眼，她馬上害怕地躲在沈妍之身後。姐姐，我從未肖想過什麼名分，也理解你和妍之哥哥的開放式婚姻，但你教唆伯母日夜騷擾和辱罵我，我只是個想擁有愛情的女人，被罵多了，我也會難受的。然後捂着胸口大口喘氣，一副立馬絕過去的樣子。沈妍之立馬把他抱在懷裡安撫，眼神離不開領口裡白花花的1畝3分地。終於都冷靜下來，沈妍之狠厲盯着我：“是你指使媽發這些信息的吧？你到底把媽藏哪了？趕緊帶她回家，她跟着你只會學這些下三濫的手段。”我喝了一口水，默然回答：“我倒是不知道人死之後還能發信息。”用意念，沈妍之再度抱起，隨手拿起我桌上的水杯，摔在地上，啪的一聲響。我看着地上的碎片，有一瞬間走神。那是1周年結婚紀念的禮物，當年流行的一杯子一輩子，原來忘了扔。剛好許行之，你一次次咒我媽，枉我媽對你這麼好，我的耐心有限，別逼我。難不成你還想利用我媽當令牌當一輩子？你是不是以為我真怕了我媽？我倒要看看我娶了瑤瑤，她還認不認我這個兒子？唐瑤瑤聽到這句，沒忍住笑得得意，一副奸計得逞的樣子。她拍拍沈妍之的背：“妍之哥哥，你別動手，我們來也不為這件事，主要是擔心伯母身體。”然後她居然過來握住我的手。姐姐，你也是的，你一個人帶走伯母，能照顧妥當嗎？聽妹妹一句勸，跟伯母一起回家吧。妍之哥哥只有伯母一個親人，我心疼他，為了妍之哥哥，我什麼都願意做。說吧，姐姐，你有什麼要求？不知為何，唐瑤瑤總有令我惡心的本事。我抽出手，卯足了勁，狠狠扇在他臉上。為了這個賤人，沈妍之不止一次對我動手，我能不還？我不只要打他，還要打渣男。這裡有你說話的資格嗎？小腦裹了布，當小三當得很榮光啊！我哪敢有什麼要求？我建議你找個井跳進去，說不定能穿到適合你的朝代。唐瑤瑤當然不甘示弱，在我手下掙扎着反抗，撓我手臂。沈妍之見自己心愛的女人被打，也衝了上來，想2對1，可這是我的地盤，趁手的工具都為我所用。我抽出桌底健身用的彈力繩，渣男還沒靠近，就吃了我幾鞭，2個人都被我打得抱頭縮在一角，這陣子憋屈的心情都被我發洩了出來。沈妍之，在我面前裝什麼深情種？離婚協議書不是早給你了？你要娶這個賤女人就娶啊！想再揮下一鞭時，電話鈴聲響起，我看了眼備註，冷靜下來，按了擴音鍵。小許啊，你怎麼把我給你媽的鉑金退了回來？按理這是我應該出的，你收着吧。沈妍之瞳孔擴張，不可置信地喊出一句：“爸！”電話那頭也頓了一下，隨即大吼：“妍之，你媽葬禮，你怎麼連面都不露，讓小許一個人處理後事？有你這麼做兒子的嗎？”沈妍之愣在原地，久久沒有反應。媽媽的葬禮，在他親生的爸爸口中說出。我戳着他，一字一句地說：“沈妍之，我的話你不信？你這個爸總不會和我一起演戲了吧？沒想到吧？你恨了一輩子的人都趕過來為媽弔唁。”他反抓着我的手：“不可能，不可能！媽還給瑤瑤發短信了。我媽真出事了，你怎麼不跟我說？為什麼不等我？不等我？”我一把甩掉他的手，
我給你打了多少個電話，發了多少條信息，為了讓你見上媽最後一面，我的手機打到異常呼出。媽走的那天，你在誰的身邊醉生欲死不記得了？媽怕是臭了，都等不到你來收屍。沈言之終於想起那天我的連環轟炸，他翻出手機，看到那天上百條的未接來電數量，看見了短信裡我一次次卑微地求他來醫院，事態緊急，跟往日高傲冷清的語調完全不同。我的反常表現，他還以為是我向他服軟了。他低着頭，眼神恍惚地說：“不是的，不是的，我以為你和媽。”我嗤笑：“沈言之，我什麼時候拿媽身體跟你開玩笑過？你真以為自己是什麼好貨色，值得我耍心機挽留你？可惜了，無論你娶不娶那個賤人，媽都不要你了。”婆婆嚥氣之前短暫清醒過，她極力想說些什麼，卻說不清楚。我馬上把紙筆給她，她撐着最後一口氣，留下最後2句話，字字泣血，句句帶淚。我拿出了那張皺皺巴巴的紙，甩在沈言之臉上。她攤開紙條，一邊看一邊念了出來：“行之，為自己而活，媽連累你了。我沈丹華今日起和逆子沈言之斷絕關係，後事交由兒媳許行之全權處理。”婆婆的字跡，沒人比她更熟悉。年幼時便是婆婆指她手，一筆一畫學寫字。沈言之一瞬間失去了靈魂。唐瑤瑤倒顯得很冷靜，仿佛婆婆的死在她預料之中。沈言之抬起頭，面無表情，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他不就是做了個手術？1週前還跟我打電話了，我自己會查清楚，不會相信你的一言堂。說罷，他在我還沒反應過來時，撕碎了婆婆的絕筆，扯着唐瑤瑤走了。我跪在地上，一片片撿起碎紙，確保沒有遺漏後，我抖着手拼湊出第1句，心中湧起一股悲痛。曾經相依為命的3人，為何會落得這下場？我和婆婆的真心都被這個男人輕易踐踏以及背叛。這晚過後，我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回歸工作，也開始着手調查起了唐瑤瑤這個人。她遠沒有我想象中的簡單。事情剛有結論，沈言之再次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次他來到了我家裡，這個住址他是知道的，畢竟是他陪我一起看的房。當初我的錢積攢到了可以買房的額度後，我就決心要買一套自己的房子，不是抱着和沈言之離婚分手的後路，只是心中對於自己私有空間的執念。那時她和婆婆都很支持我，陪着我挑選地址和家具。沒想到這套房終究是成了我的後路。原本我是不預備開門的，可她堅持不懈地在門外敲門，我怕擾民。這次她再沒有了之前的囂張氣焰，整個人頹然可見，眼底發青，鬍子拉碴的。顯然她終於承認了婆婆已死的事實。聽說她在醫院大鬧了一場，被警察帶走，又挨個詢問當初參加葬禮的親朋好友。每得到一次確認，一次指責，她的心就死了一次。我剛放她進門，她就無力跪倒在地。我瞥了她一眼，往婆婆靈位指了一下：“你跪錯方向了。”沈言之聞言，才看向我指的方向。想來她壓抑了很久內心的情緒，眼神在看到婆婆骨灰壇和照片的一刻，開始嚎啕大哭，嘴裡不住地說着懺悔的話：“媽，對不起，是我混蛋。媽，我還沒讓你享福幾年。媽，我怎麼會變成這樣？我說好要照顧好你和行之。”聽着沈言之說的話，我的眼神也落在婆婆靈位上，我難過了起來。為婆婆這個奉獻型的母親，為了沈言之和我操勞了一輩子，從無怨言，永遠開開心心，
樂觀積極地面對一切困難。她一直是我和沈妍之的榜樣，只是我和她低看了金錢和權力對一個人的誘惑，都低看了男人的劣根性。我曾經有多驕傲，他是個完美戀人，現在就有多失望。在那頭哭完，他又跪着朝我走來，抓着我的褲腿繼續哭訴：行之，我錯了，能不能把媽的骨灰還我？沒有媽在我身邊，我日日睡不好。我知道我愧對你，可是事已至此，瑤瑤已經懷了我的孩子，我不能丟下他們母子。你能體諒我吧？反正你也還年輕，我倆也沒孩子。然後他從褲兜裡拿出簽好名的離婚協議書，我真的氣笑了。時至今日，他還為他的新人求得一個名分，髒了我的褲子。我抬起腳就把他踹開。沈妍之，你和那個賤人如何我根本不關心，但你不必在我面前演大孝子。你要讓媽跟害她的人共處一室，哪怕我答應了，我都怕媽變成厲鬼索她的魂。你捨得她，捨得她肚子裡的孩子擔驚受怕。沈妍之一臉迷茫地看我，誰害了嗎？你在說什麼？媽不是病發死亡嗎？我冷哼出聲。你既然都知道媽哪天走的，就沒疑慮過她跟你告狀那條短信哪裡來的嗎？我曾經也以為是的，直到那條詭異的短信讓我覺得唐瑤瑤沒那麼簡單。好在婆婆的遺物我還沒處理，手機還在，無論我怎麼查找，我都找不到那天看到的信息。我又找人跟蹤了唐瑤瑤，不負我所望，得到了些證據。大概她也沒想到婆婆留了一手。我拿出了婆婆的手機，給沈妍之看了婆婆最近的通話記錄，有好些陌生號碼，1個月前經常晚上撥打給婆婆，有些甚至在夜裡3點。婆婆做教師，有家長打進來並不奇怪，可是挑着人睡覺的時間打就少了，一看就是惡意騷擾。但這後半的號碼婆婆錄音了，我點開一個，是婆婆的聲音。你到底是誰？對面是变声器的聲音，笑得瘆人。老太婆，不要隨意干擾別人的姻緣，哪怕是你兒子。還有一段錄音，聽着就像婆婆偷摸錄的，大概是沈妍之什麼時候以工作名義帶唐瑤瑤去了家裡探望摔倒後的婆婆，試圖讓唐瑤瑤在婆婆面前混個好印象，為日後娶她進門做打算。後來獨處中，婆婆故意試探唐瑤瑤，問她電話是不是她打的，說她只敢耍陰招，是小人，跟我比不上一根手指頭。對面果然經不起挑釁，憤怒地開口：死老太婆，你自己被前夫拋棄，就妨礙妍之娶我，你更小人。我告訴你，你一天不答應妍之和那個死八婆離婚，我就天天買電話騷擾你。手術做得順利嗎？老太婆，走路還疼不？那是你兒子用在我身上的潤滑油哦，真可惜沒把你摔死。哪怕再聽一次，我手握拳頭握得發白。在婆婆生命的最後，原來遭受了這樣的經歷。她摔倒之前一直身體健壯，房間、浴室和床都設計了扶手。我鬱悶，怎麼偏偏我搬走之後摔倒，還神經衰弱了。事後沈妍之還狠狠把我罵了一頓，因為家裡的裝修是我負責的。得知真相後，難怪婆婆之前問我怎麼把手機調靜音，怎麼錄音。我問她怎麼了，她只笑笑說活到老學到老。難怪在她和小三碰面過的時間點後，主動勸我離婚。我揪住沈妍之衣領，直視她：你到底帶那個賤人回過幾次家？媽摔倒那天帶了嗎？這些事情媽有沒有跟你說過？有沒有？我不相信婆婆是會把這些事情隱忍在心裡的人。沈妍之避開我的眼神，一臉心虛，在我逼問的眼神下，不得不結結巴巴開口：我
我之前是帶瑤瑤回家過幾次，媽也確實想找我談話，但我覺得她就是想幫你，可能這一切都是誤會呢。瑤瑤很善良的，說不定是氣話。我緊閉雙眼，不願意再聽下去。已經可以想象婆婆曾苦口婆心試圖勸醒渣男，然而她堅信是我拈酸吃醋找婆婆幫忙，才說小三壞話，解恨地賞了渣男2巴掌，又踹了2腳。作為交換，我扔給她2張照片，是唐瑤瑤和一個臂膀帶有紋身的男人街頭熱吻的照片，另外一張則是紋身男帶唐瑤瑤孕檢的照片。我笑着開口：“唐瑤瑤哪有你善良，也不知道你要替誰養着老婆孩子。婆婆的死訊都沒有頭上突然多頂綠帽來的打擊大。”沈妍之死死捏着那2張照片，眼神猩紅，充滿了憤怒。她一言不發，拿着照片走了。我篤定賤人會被沈妍之收拾，不必我動手。剛好之前幫婆婆申請的海葬流程下來了，我按照預約的時間抱着婆婆骨灰上船。船只行駛了1個多小時，船上的人大多沉重，畢竟把骨灰撒進大海後，好似跟親人最後一點可以觸碰的鏈接都沒有了。我也掙扎不捨過，可這是婆婆交代過的，她被束縛了一輩子，無比向往自由。抱着骨灰壇坐在一角排隊，我雙手不斷摩挲着，回憶着我和她的過往。那年，她把我從餐廳後廚拽出去，抱在懷裡，成為了我的光。我學習不敢鬆懈，用圓規扎自己。她看見了，心疼的落淚，於是陪着我學習。看我困了，就說些玩笑話逗我。還有前幾年我意外得病，在鬼門關裡走過一遭，也是她不辭辛苦貼身照顧。她說了解我小姑娘，不愛外人觸碰，所以她走的那天，我拒絕了護士姑娘要和我一起幫她穿壽衣。我不願假手於人，就像她對我那般。賺錢後，我總是催促她想去哪玩去哪玩，在她手裡塞了一把又一把的錢，可她就是不放心我和沈妍之，說看見我們在身邊才安心。看吧，老太太現在後悔都沒地了。耳朵突然回想她曾說的不後悔，我的眼睛一下酸了，抱得更緊。輪到我了，看着骨灰塵海，心裡反倒安定了一些。媽，帶你來最愛的大海了。最後把一束花拋向海裡，徹底結束。媽，不用保佑我，自由的去吧。開車回家的路上，我有一股不太好的預感，總覺得有人跟蹤我，心裡毛毛的。我打了個電話給小李，發了實時定位，並且交代路線有不對勁的話，幫我報警。快到家之前，我繞了幾圈，觀察後面，確定沒有可疑車輛後，我才開回車庫。結果剛一下車就被打暈了，手機掉落在地，眼睛被血糊住，艱難睜開後，發現自己被綁在一個倉庫裡，到處都是堆積的工業器材。面前出現的是唐瑤瑤和那個花臂男人，我是被他们用水澆醒的。然後唐瑤瑤對着我的臉左右開弓，賤女人，都是你壞了我的好事，就差一步了，我就能跟你老公結婚，騙走他的財產。我不應該只搞死你婆婆的，你也該死。沈妍之那個混蛋，他敢打我，踢我肚子，我孩子沒了。醫生說我以後都生不了了，怪不得他臉色跟我人流那天一模一樣。雖然被打，可我高興地勾起嘴角，看我笑。唐瑤瑤氣瘋了，拽着我的頭髮問我笑什麼。我呸了他一口，害人終害己。你沒讀過書嗎？不讓你這種人成為媽媽，是社會的福報。他嘴唇發抖，眼神搜尋着工具。看見地上綁我多餘的麻繩，他撿了起來，一下一下鞭打在我身上。我皺着眉頭吃痛，看我難受。唐瑤瑤更興奮了，你倒是讀書多，
不也一個蛋沒下，好意思說我。在他打我的時候，我身後的繩子鬆了，我不着痕跡地慢慢脫手，並觀察着這個地方。反殺唐瑤瑤也不難，難的是那個花臂男人。從我醒來到現在，他就只顧着抽煙，眼神都沒掃過來這邊。我還在思索當中，他終於開口了：“行了，把人打死了，還要道歉嗎？”唐瑤瑤聞言停了下來，捏着我下巴給我拍了張照片，然後打給了沈言之。照片收到了吧？我只要500萬，錢到了我馬上放人。我鬱悶地看唐瑤瑤：“你們確定我在沈言之眼裡值500萬？大哥大姐，問他拿錢不如問我呀。區區500萬，不就是賣房賣車賣工作室，再借100-200萬而已。”唐瑤瑤又給我一巴掌：“你是真蠢還是裝？真以為他顧及着他媽才不跟你離婚？他神經病來的！”不想細究他話裡的意思，我滿腦子在想怎麼逃命。許是沈言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對我鬆懈了一點，出去打了份飯吃了起來，然後當着我的面討論拿到錢後怎麼處置我。花臂男說：“你把人打成這樣，還想怎麼樣？我們只是騙錢，不是幹殺人放火的。”唐瑤瑤夾着嗓子搖晃着花臂男手臂：“老公，難不成你就這樣放過間接害了你兒子的兇手嗎？”花臂男抖着腿，一臉無所謂：“我本來就不想要孩子，我們倆自己拿錢瀟灑不快樂嗎？寶貝，你知道的，我不喜歡孩子。”唐瑤瑤繼續撒嬌：“那也不能就這樣放過他，老公，我命令你毀了他，我看她老公還要不要他這個爛貨。”花臂男聽完，一整個人興奮了起來。我看他猥瑣地向我走來，就在他準備跨坐在我身上的時候，我徹底鬆綁了。我陰冷地看着他吃驚的表情，掏出了外套裡的小型電擊筆，對準了他重要部位。防身的工具還是用上了。他痛苦地捂着下半身倒地，看他一身鬆散顫抖的肉，真惡心。我狠狠踢了一腳。遠處等着看戲的唐瑤瑤發現不對勁，拿起身旁的一根鐵棍想打我，而我當然是拔腿就跑。剛剛已經發現出口在那，沒有上鎖。唐瑤瑤身體還虛着，完全跑不過我，但她鍥而不捨，因為我值500萬。就在我以為拉開差距的時候，我被石頭扳倒了。她陰森森地笑着：“賤人，想跑？”他舉起手中的鐵棍就要揮下來，突然閃起幾道強光。“別動，警察來了！”我呼出一口氣，渾身的力氣都沒了，任由自己躺在石子路上。閉上眼，最後看見的是一臉緊張的小李。再次睜眼，我躺在病床上，床邊是握着我手睡着的沈言之。我把手抽了出來，沈言之立馬醒了過來：“行之，你醒了，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我幫你喊醫生過來。”醫生檢查沒什麼大礙，我身上都是皮肉傷。渣男十分有禮貌地感謝醫生，又過來要握着我的手，我躲開了，困惑地看他。沈言之咬着嘴唇，思忖了很久：“行之，是我錯了，我們以後好好過日子好不好？媽走了，我只有你了，我會改過。讓你幸福，我們生個孩子吧，好不好？”看他可憐的樣子，不知道的以為我才是過錯方。你看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有臉說讓我幸福嗎？孩子，沈言之，我們有過孩子，但我打掉了。沈言之微張嘴巴，不敢置信看着我：“有過？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那也是我的孩子啊！就是因為你總是這樣子。”總是一個人解決所有事情，我覺得你根本不需要我。就像這次綁架，你明明可以等我救你，非要冒險。原來他出軌是因為我優秀嗎？從他認識我起，便知我不是一個坐以待斃或者等待男人救贖的人。婆婆的故事已經時刻警醒着我，世上可靠的人
只有自己。我打斷了他：沈言之，別想在我身上找你犯錯的原因了。我被綁架，被傷害，全拜你所賜。我不想我的孩子遺傳你的劣質基因。你瞧瞧你爸，瞧瞧你自己。沈言之一直欺騙自己不離婚，照顧好婆婆，就能跟她的渣男爸爸區分，但本質上他們一模一樣。當我求你了，沈言之，放過我。這回他囁嚅着嘴，再也說不出任何話。我不想再看見他，背着他躺回病床休息。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的。我再次醒來的時候，是小李過來了。今天是週末，她穿了裙子。誰能想到這個小白臉是個女生，是我有能力以後資助的女孩。婆婆當年對我的幫助，也讓我選擇了盡我所能幫助跟我相似的女孩。她心疼地看着我，不敢觸碰我身上的傷口。姐，好在找到你了，不然我都不敢想。我笑了笑安慰她，都過去了。後來唐瑶瑶和花臂男順利進去了，查出了他倆過往很多合作詐騙的案子，而我也順利跟沈言之離婚，獲得了全面自由。那天，他站在民政局門口，充滿自信地跟我說要重新追求我，說他會把失去的都拿回來。我越發不明白當初自己為什麼會看上一個這樣的男人。在他踌躇滿志地做着追求計劃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一手創立的公司已經走向下坡路，也不知道我已經帶領全團隊去往市場需求更大的地方扎根搞事業。他的結局一定會跟他那個落魄的爸相似，而我的人生還在往上走。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